如果你的前任总在半夜给你发消息，你会回复吗？我想你了。深夜，一条不合时宜的短信让我猝不及防，因为是陌生号码，我以为只是有人发错了消息，直到第2条、第3条接踵而来。你就这么离开我了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，突然回忆起曾经被某个人支配的恐惧，脊背瞬间冰凉。这语气和说的话不是别人，肯定是前男友。可这是我刚换的手机号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我的手心渗出冷汗，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，我自然没有回复信息。隔天我问了身边的闺蜜，奇怪的是，她们一口咬定从来没有把我的新手机号透露给她。然而在此期间，那个号码一直频繁给我发来信息，我希望可以看到你，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。她不停地卖惨，诉说着对我的想念，可我却没有一丝感动，心里只有厌烦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短信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要去找你。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他又在发什么疯？不会真的找过来吧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但随即又安慰自己，我已经搬了新家，他应该不会找到我。可猛然间，我又想到了，他都能设法找到我的新手机号，难道会找不到我的新住址吗？一想到那个男人随时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的手脚冰凉，神经绷得特别紧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将门窗全部反锁，然后瑟瑟发抖地躲在被窝里。可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紧紧盯着我。那晚我一夜未眠。第2天一早，我立即行动起来，在我家门口和房间都安了监控，我还准备了防狼喷雾，把报警电话也设置为紧急联系人。尽管一切准备就绪，可我的心里还是很不安，整个人笼罩在恐惧的阴影里，生怕我开门回家时，那个男人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。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，可自从那条消息之后，他却再也没有了音讯。转眼来到了我的生日，几个好友来家里给我庆生。在我喝的微醺时，我再次收到了一条信息：我今天很想你，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。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的信息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你。愉悦的心情被前男友恶心了一把，瞬间变得很糟糕。然而他接下来的一条消息更是让我火冒三丈：你不理我也没关系，我去找你。想到前段时间的提心吊胆，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，我咬牙切齿地回复道：那你来呀。消息刚发送，那个男人立即有了回应：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第2天，当我醒来打开手机时，瞬间傻眼了。那个陌生号码竟然给我打了20通电话，我心里慌张不已，颤抖地翻着昨晚的信息，他只发了2个字：等我。我吓得吞了吞口水，为昨晚的口嗨后悔不已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我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挪到了门口。门外竟然站着2个帽子叔叔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打开房门：你好，请问你认识赵子路吗？帽子叔叔神情凝重地问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。帽子叔叔没说话，却很严肃地看着我的脸。我有些紧张地问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帽子叔叔的讲述下，我这才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始末。原来和我发消息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前男友，而是这个叫赵子路的男生。他的女友前段时间因意外过世了，而他一直在失去女友的情绪中未曾走出来。于是赵子路经常给女友号码发消息，诉说心中无尽的想念，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回应。直到我沿用了这个号码，阴差阳错下回复了他的消息，他又惊又喜，尝试着拨通号码，结果都失败了。那条信息险些成了催命符，差点害得赵子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幸好他及时被救了下来，可我依旧心有余悸。我再也不敢随便见网友了。最近我在聊天软件上碰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，他叫许清，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子。我们已经聊了几个星期，并且惊喜地发现我们还有几个共同的好友。于是在他约我去他家吃饭，我没犹豫多久就答应了。他家是2室1厅，和他的人一样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只不过很奇怪的是，家中的香薰里总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腐烂的味道。许清也许看到我皱了皱眉：你是不是闻到什么味道了？抱歉，我今天才发现厨房里有些肉坏掉了，刚给处理了。他打开窗户透透气：小冉，你先自己玩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，那股味道又传来了。我嗅了嗅鼻子，隐约感觉那是从卧室传出来的。看了眼在厨房做饭的许清，我凑进卧室去看了看。这是一个很整洁的房间，墙上还挂着一个女孩的照片，女孩笑得十分灿烂。这难道是他的女朋友？他怎么没跟我讲过？突然我注意到床上的枕头上沾着什么，看起来像陈旧的血渍，心里不禁泛起嘀咕：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转头看向许清：抱歉，
我不该随便进入房间。许清表情看上去有些忧伤。这是我姐姐的房间，她前几天刚生病去世了。她走后，房间里的东西我就再没有动过。我看着许清苦涩地讲着这些话，不免有些心疼她。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这些。她抿了抿嘴，没事儿，我们出去吧。饭快好了，许清关上了房门，又去厨房继续做饭。我看着许清忙碌的背影，想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一下，但是摸了半天都没摸到手机。想起刚才应该落在他姐姐的房间了，我看了看在厨房的许清，再次进到小卧室，手机就掉在了地板上。我弯下腰去拿床底下的手机，腐臭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我便顺着床下看去，突然一具腐烂的女尸就躺在下面，直挺挺地瞪着我。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一瞬间汗毛竖起，我想大声尖叫，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表现出异常。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卧室，努力克制住自己的颤抖。许清此刻正在厨房转身盯着我，他手上拿着刚刚切菜的菜刀，脸上挂着一个奇怪的笑容，慢慢向我走了过来。你刚刚去哪里了？我咽了咽口水，努力维持着脸上僵硬的笑。我刚刚上了个厕所，脑子里一直想着离开这里的办法。大门离我很近，但他看着我，我如果直接跑出去，肯定容易被抓住。许清，你可以给我倒杯水吗？他表情里虽然有些狐疑，但他还是转身去了厨房。看准时机，我赶忙抓起我的包，迅速开门跑了出去。电梯刚巧在我们这一层，我赶紧进入电梯，手里不停按着关门键。在电梯关门的前一刻，我隐约听到玻璃杯子摔碎的声音，并且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。当电梯打开，我迅速地逃了出来，冲进门口保安室并报了警，身体依旧止不住的颤抖，直到警察到来抓住了他。没过几天，警察请我去做笔录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是他姐姐的尸体。他一直不想承认姐姐死了，所以把姐姐放在家里，才能感觉到她还在。现在她已经被送去精神病院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回到家，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但那天姐姐的脸一直浮现在我眼前。我也迅速搬了家，并且把那个聊天软件永远的删除了。我再也不敢随便发朋友圈了。这天凌晨3点，玩游戏玩过头的我发了条朋友圈，好想吃小龙虾呀。然后我便扔下手机准备入睡，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了敲门声，有人在门口喊着：“有人在吗？麻烦您拿一下餐。”可我并没有下单。正当我要打开外卖软件查看时，门外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拿一下外卖。”透过漆黑的客厅，我死死盯着那扇门，一动不动，感觉门外的人下一秒就会破门而入。外面不一会儿传来脚步声，他应该是走了。我顿时感到一阵后怕。当我第二天上班时，问了闺蜜，闺蜜说昨晚没看到我发朋友圈。我看了看，没错，朋友圈确实没发出去。那外卖怎么会送到我家？不会有人正在暗处监视着我吧？夜晚，我害怕到失眠了。这回的敲门声极其富有规律，不快不慢，每次3下。我打开手机，又是凌晨3点。我瞪大双眼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：“您的外卖取一下。”我蹑手蹑脚走到门口，屏住呼吸，从猫眼往外望，的确是外卖小哥。他见屋里可能没人，便开始打电话。手机突然的震动，吓得我没拿住，掉在地上。您要是在家，就把门开一下吧，我这边还有单呢。外卖小哥听到了声音，再次叩门。你放门口吧，我一会儿拿。我趴在猫眼监视着外卖员的一举一动，直到他乘坐电梯离开。我最终还是没敢拿外卖。天亮过后，我正想打算报警，刚要打电话，手机里收到了一条消息：“你怎么不拿外卖呢？”这人是谁？我不记得跟他有过好友。我刚想问他是谁，他紧接着问我：“你不是想吃小龙虾吗？我点了外卖给你，为什么不接？”然后附带张我家门口的照片。我心脏狂跳，太阳穴突突跳动。你是谁？我冷静下来想想，我要先找到他的身份。趁他回我消息期间，我快速翻阅他的个人信息，可并没有搜到有用的内容。聊天界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。我率先打断他：“不用回了，我会马上把你删掉。如果你再骚扰我，我会报警。”说完之后，我就把他删了。这下他彻底消失在我的通讯录中，这里太危险，我必须要马上搬走。我给房东大姐打电话，并说清自己的遭遇和顾虑。大姐也不想在自己的房子里惹出事端，有些为难地说道：“房子可以提前退租，但押金要扣掉1半。”我爽快地同意了大姐的要求。和自己的生命相比，1半房租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带着行李打算去闺蜜家先住一段时间，直到找到房子。闺蜜想要我长期住下，但她快结婚了，耽误人家太长时间也不好。很快我便找到了新的房子，约好一起搬家的朋友被老板临时叫走，我便自己回到原来的房子收拾些剩余的东西。我在电梯碰见了邻居大姐，这大姐对人蛮热情的。好几天没看到你了，还以为你搬走了呢。我浅浅笑着，我是要搬走了。大姐你怎么知道？搬到你男朋友家去呀？我满脸疑虑，男朋友？我单身啊。是吗？
那天我明明看见一个男人开门进你家了。大姐也疑惑。听到这里，我心跳都冷不丁的漏了半拍，声音发抖的问：他进去了吗？大姐压低声音回答我：没有。我问她是不是新来的，她就马上离开了。听完过后，我完全不敢回房间。大姐，您能陪我回趟家吗？大姐点头答应。我打开房门后仔细查看四周，发现家里并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便送走大姐。我迅速把东西打包好，然后打给搬家公司。我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这种紧张感直到我坐上副驾驶时才消失，这下应该就能彻底摆脱危险了。晚上到了新住所后，刚跟搬家师傅把东西放在门口，我心里一凉。新房的钥匙刚刚在我收拾东西时被我落在了茶几上。师傅擦了下额头上的汗：小姑娘，你先回去取钥匙，我把其他东西搬上去等你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在脑海里演绎了无数遍进门到拿钥匙的过程。我硬着头皮走到了门口，身体也开始不受控制的起鸡皮疙瘩。我深呼一口气，准备打开门锁。屋内没开灯，已经搬空的客厅显得更加漆黑可怕。我右手触摸到了墙上的开关，灯亮了。我看到了躺在茶几上的钥匙，手刚抓到钥匙，听到身后传来门被关上的声音，我被吓得浑身一哆嗦，想着是不是风吹的，扭过头看向门口，只见一个男人向我走来。我等你很久了。此刻我的脑子和腿好像分了家，脚也像被钉在了地上，眼睁睁看着这个男人一步步逼近了我。我想呼救，嘴巴张开却失了声。我尽量保持冷静，哆哆嗦嗦的在背后拿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却被这个男人发现。想报警是吗？仔细听他的声音后，我发现这个声音竟然跟第一次送外卖的人一模一样。男人攥紧我的手腕，疼痛让我变得清醒。他突然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我开始挣扎，用另一只手去抓男人的脸。我用力去踢向他的要害处，他被我彻底惹怒，一拳捶在了我的肚子上，口腔中涌出一股血腥味。我瘫软在地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节麻绳，把我手脚绑住。我问他是谁，他默不作声，将一块胶带粘在我的嘴上。男人拽起我的头发往卫生间走，头皮传来的刺痛感让我想要大声尖叫，可嘴被堵住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我的手机在地板上一直震动，可能是搬家公司正在催我。男人听见震动的声音变得异常恼怒，抓起手机就摔在地上。现在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男人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向我走来，我条件反射般闭上双眼。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男人，无仇无怨，为何这么针对我？他突然大笑：你不是很想死吗？那我就成全你。我皱眉，睁开双眼怒瞪他。这个男人怕不是脑子有病，想复仇找错人了吧？嘴上被胶带粘上的我无法辩解，但这个变态好像还困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他是个疯子，我要冷静，否则保不准他会做出什么事来。男人继续自言自语：你不是发朋友圈想要死吗？我这不正好遂你的愿了？什么？就因为我在朋友圈里说烦死了，这人就当真以为我想死？我更加确定他就是个疯子。你挑个死法吧，是用锤子砸开你的脑袋，还是用利刃割开你的颈动脉？我感觉到我可能逃不掉这个变态的控制，我便打算拖延时间，赌那个师傅会发现异常来救我。他看我一直发着呜呜的声音，见状扯开我嘴上的胶带：你就是个疯子，根本不去在意别人的感受，你以为是在帮别人解脱，但你错了，你只不过是给你犯的错误想找个理由罢了。我恶狠狠盯着那个男人，他被我彻底激怒了。不要怕，我是来帮你解脱的。他抄起锤子要向我砸过来，房门被警察踢开，一把抓住他拿锤子的那只手，瞬间就地制服。原来搬家师傅刚才打电话过来，被那个男人砸手机时误触接通了，听见手机里传出打斗声，便直接报警了。后来警察找我做笔录，我才知道这个变态一直长期潜伏在我的家里，对我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，甚至也会偷看我手机里的内容，好像猫抓老鼠一样戏耍着我。因为这次我长久离家，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了，才对我动了杀心。经历过这一遭事情，让我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，我变得更热爱生活了。我被绑架了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刹那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歹徒的模样。他嘴角噙着笑，目光正直勾勾地落在我的脸上。他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的心脏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频率，恐惧使我的瞳孔快速收缩。刹那间，我感受到身体上麻绳的束缚，我微微挣扎着，但根本不敢表现出太大的动静。我悄悄抬起眼眸，观察着歹徒的面容，那是一张沧桑但却棱角分明的中年男士脸。他穿着发皱的皮衣和褪色的休闲裤，两鬓有些许银丝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手掌，那上面布满了相当厚实的老茧，就像老槐树的树干。我不敢一直盯着他看，便快速挪开目光，顺便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。这是一间简单的卧室，正对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发黄的照片，图像里是一位青年男人搂着一名少女。虽然相片有些老旧脏乱，但远远望去，总感觉照片里的男人和这个歹徒很像。
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我用余光瞟去，这个男人还是一直盯着我看，那是一种让我极度厌恶的目光。一阵手机铃声从男人的皮衣口袋内发出，他第一次挪开那持续了许久的目光，缓缓从椅子上站起，朝着房间门外走去，在离开前给了我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我很害怕，因为歹徒的笑容总是饱含深意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他带过来的，只清楚自己睁开眼睛时就躺在了这张床上。这种手脚束缚的方式令我无法挣扎。此时此刻，泪水也不自觉地涌入了我的眼眶。喂，男人站在门口，他的声音浑厚深沉，十分有力。肉，家里有肉。他的第一句话出口就给了我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但我也无法确定。今天刚拿来的。放心，没死，还没杀呢。刚刚还醒了过来，新鲜着。我明白，是啥补啥嘛。听到这话，我突然全身一颤，目光开始在这个房间四处游离，最后重重地落在写字台上的一把小刀上。看着刀刃上干涩的血渍，我的心口瞬间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恐惧，联想到自己曾经刷到过的那些文章。难道他是？电话很快结束，男人再次走进屋里，重新坐回了原位。听说一般歹徒都是因为遭受过刺激导致心理扭曲才会误入歧途，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用语言感化他，哪怕是拖延一些时间也行，也许这样做能够等到家人或者警方的救援。我试着主动和这个绑架我的歹徒沟通。你好。布满老茧的大手缓缓伸来，他眯起眼睛。别害怕，没事了啊。感受着那粗糙的大手从我的脸蛋上刮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挤出了一个涩口的笑容。你还有家人吗？你的妻子呢？你应该为……够了！男人的表情突然冷了下来。不要再提那个女人，是她先抛弃我们的。说着，他用着怨恨的眼神瞪了一眼桌上放着的相片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又收起了方才的凶恶，深吸一口气道：这不关你的事。我曾经看过相关的法制节目，里面有提到犯罪者的情绪波动是非常大的，特别是那些极端的杀人犯，这些人一般都有多重人格的体现。感受着刚才男人的突然愤怒和随后立马接口的歉意，我似乎摸索到了这个男人犯罪的根本原因。难道是因为他口中的女人吗？我仔细地观察起墙上相片中的女性，八字刘海扎着长长的马尾辫，鹅蛋脸上是一汪盈盈的柳叶眼。不知为什么，当我开始注视这个女人时，我突然感觉她长得和自己好像。难道这才是犯罪动机？因为自己妻子的背叛，所以绑架一个相似的女子加以谋害。脑海中的推理被一阵连续的咳嗽声打断，男人突然站起身来，一只手按着胸口不停捶打，脸部就像窒息一般，倏地就充血发红。他的右手在外套口袋里不停摸索，接着又冲至书桌前，打开抽屉不断翻找，他似乎是在找药。由于咳嗽的越来越剧烈，他的动作很野蛮，翻找中连带着将一张 A4 纸甩到了我的脸上，直到翻出一个小药瓶后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攥着药瓶，他撇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却又被剧烈的咳嗽劲打断，只好拿着药匆匆出了房门去找水。看来这家伙身体并不好，我刚才刻意瞥了一眼，那是右美沙芬，治疗重度哮喘的止咳药。脸部隐隐作痛，刚才那家伙翻药时甩出的 A4 纸，就像一把飞刀般将我的左脸割开了一道口子。我真希望他就这样渴死。门外的咳嗽声越来越远，我瞥了一眼床上的 A4 纸，似乎是一张医院的病历单，看来是这男人开的。我随意看了这张病历单2眼，只见第一行上写着一串名字：楚明月。怎么会是女人的名字？是他的妻子吗？我微微蹙起眉头继续看下去。楚明月，重度自残加间歇性失忆患者，患病至今6年。楚明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。我试着想象父母的相貌，试着勾勒家人的模样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半分，就连碎片的图案都不曾在我的脑海里出现。外面的咳嗽声慢慢减弱，接着过了几秒，又是一阵开门声响起。此时此刻，剧烈的头疼感莫名袭来，耳边是由远至近的脚步声，男人那浑厚的嗓音从过道方向传来：闺女，你的爷爷奶奶来看你了。闺女，爷爷奶奶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一刻，我的记忆在大脑中疯狂地搅动，一幕幕陌生又熟悉的画面猛地灌入了我的脑海深处。我颤抖的目光重新落至那张病历单上，原来楚明月是我的名字，原来那个被我误认为杀人犯的男人是我的父亲，而我身上这些绳子是因为父亲害怕我继续伤害自己，所以才……爸爸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忘记你。室友的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辈子阴影。
我们大学的宿舍是上床下桌的4人宿舍，还有一个大大的衣柜，分成4个人使用，每个空间都比较充足，能放很多东西。我其中一个室友叫小美，性格比较孤僻，平常跟我们也不怎么说话。虽然在一个寝室，但她总是独来独往，从不与人亲近。而最近我们寝室的气氛更压抑了，可能是失恋的原因，小美在寝室一连哭了好几天，大家晚上也总被她的啜泣声吵醒。虽然知道她听不进去，但我们偶尔还是会安抚一下。这天晚上9点半，洗完漱的我们发现小美还没回来，但是以前她经常夜不归宿，所以大家并没有在意。小可还在一旁说：“真好，小美不在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”就是她在寝室感觉气压都变低了。小西也应和着，还八卦起了小美的男朋友。我也在一旁笑盈盈的听着。很快10点多，寝室熄灯了，麻吉先生的视频也刚更新，我也兴致勃勃的在评论区留言。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，是小美发的：“我晚上不回寝室了，麻烦帮我锁个衣柜，钥匙在我桌子上。”没多想，我回复了好。我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摸黑爬起来帮她锁了柜门。第二天必修课比较多，但小美依然没来。我心想着是不是睡过头了，小可还帮忙答了道。下午课间的时候，我便打电话过去，发现电话关机，她估计手机没电了。晚上小可买了螺蛳粉回寝室吃，我忍不住吐槽这味道真的冲。因为第二天的考试，我还堵着鼻子紧张着复习。奇怪的是，当天晚上小美还是没回来，我也打了几通电话，可都是关机状态。我又给她发了信息提醒：“小美，别忘了明天考试。”想着考试她肯定就会回来了，可直到考完试，小美依旧没出现，我们才意识到不对，赶忙通知了导员和学校。一整天时间，老师和同学都在帮忙找，甚至小美的父母也连忙从外地赶了过来，一直没找到，也没有人见过小美。警察也很快介入调查，我们3个配合录完口供到寝室也已经很晚了。洗完漱便昏睡过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手机的短信声，打开手机看到已经凌晨1点多了。我瞳孔大张地盯着这条信息，脸上渐渐地冒出了冷汗。短信是小美发的：“麻烦你帮我开下衣柜。”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。安静漆黑的寝室，我缓慢地挪开被子，坐了起来。我望向衣柜，甚至不敢下地。我颤抖着，伴随着哭泣的声音喊起了他们。随后小西跑去通知了宿管，我不敢在寝室待着，小可便陪我走到了寝室门口。2名宿管听了小西讲述后，其实也是胆战心惊，但职责所在，还是拿钥匙打开了那个柜门。里面的景象顿时吓坏了大家。柜子里是头发散乱、身体僵硬且浑身带着点排泄味道的小美。她是打算把自己关在柜子里活活憋死，也许实在是饥饿难忍，求生欲让她发了那条令我毛骨悚然的短信。最后奄奄一息的她得救了，我们也被吓得不轻，果断在第2天要求学校帮我们换宿舍。小美在那之后也被爸妈接回去了，直到毕业，我也再没见过她。当你洗脸闭眼睛的时候，是否和我一样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你呢？这种感觉在我搬家之后尤为严重，偶尔还会听到人的喘息声，但每次我强行睁开眼往后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但后来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让我从此以后活在了阴影里。因为图上班方便，我便想在公司附近租房。很快我便在网上找到了一间公寓，房间刚装修完不久，房租也很实惠，但是房东唯一的要求是女生入住，这让我有些疑惑。在看房的时候，我就问了房东，他告诉我女生比较爱干净，不像男生一样邋遢。我便没多想，果断与房东签下了合同。我自认为我的警惕性比较高，所以在搬家之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不但换了门锁，而且还在门口装上了可视门铃。因为刚搬新家，当晚我就喊了闺蜜小美和她新交的男友来我家玩。她的男友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人看着很干练，聊天中了解到他是一名特警，看着男友力十足。我也挺为小美感到开心的，因为收拾到很晚。第2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已经快迟到了，着急忙慌地赶出家门，恰好碰到了房东拎着垃圾从门口路过。房东，你来找我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后面几间也都是我的房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喊我。我不禁有些羡慕房东，每个月收租不用上班也太爽了吧。因为着急上班，没多聊几句，我便赶去公司了。但没过几天，便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首先是我的零食会莫名其妙的变少了，其次是卫生间的镜子上出现了奇怪的掌印，位置比较偏左。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是我无意间碰到的，便顺手擦掉了。但最近我总感觉每天睡醒会特别累，好像每天晚上跟人打了一架。出于警觉，我还特地看了家里的可视门铃和电子锁的开门记录，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甚至总感觉我洗脸的时候
好像有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我，隐约还能听到呼吸声，但等我睁开眼看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没有。闺蜜还安慰我，你太多疑了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别不开心了，我晚上过来陪你聊聊天。晚上小美来了，还带着我最爱的奶茶和烤串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心里确实也轻松了很多。期间小美去了卫生间，但随后神色紧张地从卫生间出来，拉着我走到了镜子前，指着镜子上的手印，满脸慌张。你看，这个手印很奇怪，虽然模糊，但这很明显是男人的手印。我的视线随着小美的手望过去，惊讶地发现这个掌印的位置还是一样的靠左，而且明显要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也印证了小美的说法，这肯定是个男人的手掌印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。小美颤抖地拿起了手机，拍下了照片发给了她的男友。她男友很快赶了过来，安全起见，他很快检查了一下屋子，包括柜子里、窗帘后，甚至门口的可视门铃都没有发现异常。那掌印好似凭空出现在镜子上似的，难道这是灵异事件？这不禁又让我心惊胆战起来。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，小美的男友一直注视着镜子，只见他突然用手按在了镜子上。不对，这镜子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我哆哆嗦嗦地问他。我的手指与镜子里的手指之间没有空隙，这是一面双面镜。随后他又轻轻地敲击了镜面，声音空洞且带有回响，这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双面镜的话，如果对面有人，他是能看到你的。随后顺着掌印，镜子竟然被他推开了。此时房东的脸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他满眼血丝，好像被惊到了一样。我满脸不可置信地大喊了一声，是房东。随即小美的男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她按在了地上。小美也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事后了解到，房东经常通过改装的镜子窥探着我，甚至在我的零食里放了药，通过针孔摄像头发现我熟睡后爬出镜子侵犯了我，而且把视频还传播到了网上。可怕的是，这一切我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。小美安抚了我很久很久，该付出代价的是那些坏人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把过错全都加在自己身上。我抱着小美痛哭出声，这个畜生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在浴室里发现了一团不属于我的长发，开始我认为只是上一任租客留下的，随手清理后便没放在心上。然而今天新的头发又出现了，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。我没有室友，房间的门卡也只有我一人持有，难道有人在我不知情下进了我的房间？因为是公寓出租的旺季，公寓管理员李姐带我来看房子的时候，只剩下这间404房间，屋内的布局和宣传单上介绍的几乎没差，当即我就决定入住了下来。可没想到，我已经连续2天发现这个不属于我的头发了。我率先检查了门窗，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可是头发肯定不会凭空出现，这一切真的太诡异了。我去找了公寓前台小美，她总是笑容满面，又和我年龄相仿，我们一直聊得很投机。但今天在她的话语中，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公寓的管理员李姐有一张万能房卡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，她也可以打开我的房门。难道真的是李姐吗？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李姐神情慌张地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，她尴尬地冲我点了点头。就在经过我的时候，她头发的香味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，和我浴室里的那团头发味道惊人的相似，这让我更加对她产生了怀疑。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房间，印象中我隔壁住的是一个年轻长发文艺男，生活中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才对，为什么李姐会从他房间出来？我心里纠结万分，想直接去质问下李姐，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好在隔天晚上浴室里并没有新的头发出现，我心事重重地整理着衣服，却意外地发现最喜欢的红色卫衣不见了。我翻遍了整个屋子，但都没有找到。我有点疑惑，不确定是不是搬家的时候没把它带过来，还是说有人拿走了我的卫衣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但又觉得是因为头发的事情害得我想多了。我觉得有些压抑，想着出去透透气，顺便将垃圾扔掉。然而就在我刚靠近垃圾桶时，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住在我隔壁的文艺男。更诡异的是，他身上穿着的竟然是我丢失的那件红色卫衣。我震惊地捂住了嘴巴，难道是他进了我的房间？但我又想到昨晚李姐神色慌张地从他房间跑出来，还是说是他和李姐之间有什么秘密？我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去，生怕惊动了他会惹来更大的祸端。路过前台时，小美看出我神情恍惚，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
我忍不住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。小美表示之前从没听过公寓里丢失过任何东西，但又出于担心，便表示晚上可以过来陪我。当晚我格外好眠，而我的房间内也没有再多出头发或者出现什么异常。直到第二天下班后，我忘记带房卡，突然想到小美之前跟我提过李姐那边有万能房卡，想了想，我便给李姐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李姐表示她现在不在，让我去找小美，她知道万能房卡在哪里。我瞬间愣怔在了原地，那为什么小美会说只有李姐有房卡？当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，有个女孩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小溪，小溪，小溪。一种愧疚感迫使我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小美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她手里拿着我丢失的衬衫，闷闷地开口道：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公寓管理员李姐，万能房卡一直都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我和小美都可以用它帮忘记带房卡的租客开门。403的阿龙一直在疯狂追求我，可我已经有了家庭。那天去找阿龙也是想跟他摊牌，没想到在门口碰到了小溪，希望他什么都没有听到吧。我是阿龙，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，我很喜欢李姐这样有魅力的女人。那天去翻垃圾桶，是因为我的相机的储存卡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找到。我穿的衣服确实是我自己的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清楚。我是小美，曾经我有个好朋友，当所有人都孤立我的时候，他也选择远离了我。当他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发现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。下水道口的头发其实是李姐的，不过是我故意放的。小溪丢的那件衣服也是我拿走的，就是要让他自投罗网，100%相信我，然后我再将他推向深渊。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发现了。